骑上瘦马，主人公堂吉诃德向一对巨人发起进攻。在他的眼中，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以他心爱的女人多斯涅尔之名，将这些庞然大物彻底击败。然而，这个英勇举动却欠缺考虑。他的随从Sancho Panza又一次向他解释，这些并非巨人，他们不过是风车而已。堂吉诃德仍不气馁，但是他刺出的长矛立刻就被风车的风帆卡住了。这位骑士永不泄气，他骄傲地挺直胸膛，更加确信自己的使命。这些篇章囊括了人们对堂吉诃德的喜爱。这个经典的没有逻辑却真挚的关于阿隆索·吉哈诺的故事，他变成了笨拙但勇敢的拉曼却地区的堂吉诃德，被称为愁容骑士。这本书最初分2卷出版，故事跟随堂吉诃德的脚步，遍及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继续了他与邪恶势力的斗争。尽管堂吉诃德有出色的想象力，他的创作者 Miguel de Cervantes 从未想到他的书竟能成为最畅销的小说。在做了5年士兵之后， Cervantes 被海盗奴役了5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位苦苦挣扎的诗人和剧作家。直到50多岁时，他发布了自己最杰出的作品，一部经典的讽刺骑士小说。在当时中世纪时期，有很多书籍记述骑士历险故事和骑士道德准则，他们在欧洲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 Cervantes 也是拥趸之一，但他对这些陈词滥调也感到厌倦。这些书的内容都只在列举英雄事迹，而并非人物的成长发展。为了挑战， Cervantes 写下了《堂吉诃德》，这是关于一个游手好闲贵族的故事。这位西班牙绅士日日夜夜都在读骑士小说，他醉心于这些小说，把自己当成受压迫人民的捍卫者。同村的每个人都试图劝说他放弃这些愚蠢行为，村民甚至不惜烧掉堂吉诃德书房中的部分骑士小说。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堂吉诃德，他穿起古老闪亮的铠甲，骑上他的瘦马，离开了村庄，前去寻找荣耀。Cervantes 的小说以一系列情节展开，详细描述了这位英勇骑士的不幸遭遇。和其他骑士书籍不同，或者说和所有之前的虚构小说不同， Cervantes 的故事深刻探讨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随着叙事的发展，堂吉诃德不断成熟，他经历了显而易见的改变。这种文学展开方式让许多学者将堂吉诃德称为第1本现代小说。这种人物性格的发展并不是割裂独立的。一开始，堂吉诃德的伙伴是同村的村民Sancho Panza，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乡绅。桑丘和堂吉诃德是截然相反的2类人，一个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另一个则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生动的不断演化的友谊经常被认为是主人公和助手组合的最早原型，这也启发了后续几个世纪小说中的伙伴关系。堂吉诃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7世纪不计其数的版本在全欧洲发行，甚至传到了美国，而当时美国的教会禁止各类小说，认为它分散人们的精力，是有罪的存在，但读者们则享受着读盗版书的快乐。这本书好评如潮，读者们强烈要求看后续情节。某个作家写出了一个假的后续作品以此赚钱，在这一事件后， Cervantes 写出了正统的后续故事。现在第2卷随第1卷共同出版，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第2卷增加了原来版本中遗漏的部分，只有在现在的版本中，堂吉诃德和Sancho才成为民间英雄。塞万提斯把现实生活中小说的成功写进了他笔下角色的世界。这种一反常规的超越式的思考意识创造出哲学层面的复杂性，骑士和随从开始思考他们的故事带来了何种意义。不幸的是， Cervantes 当时以低价将书的版权卖出，他去世时仅是名声显赫，却并无多少财富，但是他的出色想象力和个人主义精神影响了艺术、文学、流行文化
甚至是政治革命。堂吉诃德认为我们的想象力极大地影响我们的行动，使我们能够改变，也使我们为人。你是否曾想过是什么让一本书成为一本书？要了解一叠纸和墨水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比其各部分之和更大的东西，请看这个视频。